我现在正在开的是哪吒 X， 今天主要来聊聊它的动态的驾驶感受。我觉得刚才在 PPT 宣讲的时候，哪吒特别有意思啊，因为这台车的电机功率是120千瓦嘛，那个 PPT 上它就赫然把100公里加速9.5秒的100公里加速时间写到了大屏幕上。对于目前这个市场或者对于电动车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亮眼的成绩，但是我觉得它特别实在。如果照其他厂商的话，可能这个成绩就不说了。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因为它用了一个 IR5V 的智驾的硬件，它的算力呢是5 TOPS。那5 TOPS 在现在就各种智驾宣传满天飞的这么一个年代，我觉得他说自己是5 TOPS 这个算力和蔚来这种动辄1000多 TOPS 的算力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不过呢，它的价位在这儿，我想表达什么呢？就是哪吒一点都不避讳它的定位，就是更加平民、更加实用就像它的价格一样。现在这台车还没有上市，以哪吒 U 的价格来看，11万不到12万的价格起，那这台车也会差不多的一个售价吧，而且甚至价格会更低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很卷嘛。所以这台车包括哪吒整个品牌都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一个存在。那接着来聊它的动力120千瓦的电机9.5秒的0到100公里加速，你说快吗？它显然不快的，可能是2.0自吸的车型或者一些 1.5T 的 SUV 差不多是这样的加速时间。因为它是电机驱动嘛，电机的特性就是随踩随有，日常开起来不会觉得动力匮乏，至少在日常市区这种常用的速度区间内。其实很多燃油车可能是7秒多8秒多的一个加速时间，但那个是在转速到极限的时候，次5、6千转换挡，对吧？如果是涡轮的车型的话，还有等涡轮的起压。所以并不是每个司机都是那么一个撕心裂肺的开法。你如果比这个绝对的加速时间的话，它可能一般，但是你如果比日常驾驶的轻松性的话，这台120千瓦的电机其实没有问题。因为电机反应灵敏的这种出力特性吧，即使电机功率相对差一些，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开起来很累跟燃油车还是不一样的。其实哪吒 U 刚上市的时候，它是有150千瓦动力版本的，那个100公里加速时间是在8秒以内。但是随着这个经过市场的洗礼吧，包括它的定位还有平衡它的售价以及成本等等因素，现在只剩下120千瓦的电机了。还有刚才说到的智驾能力，尽管说它的算力不高，但是在这个价位来说的话，像 ACC 主动巡航还有一些智驾方案衍生出来的一些车道保持什么后方来车提醒自动泊车等等等，这些的功能也都是有的。那如果算力高了，在结果上来说的话，肯定冗余度更高嘛，或者城市辅助驾驶什么的要强大的算力。像哪吒 X 你常见的这些辅助功能还是具备的，日常开起来这台车就还是比较轻松的，方向盘也是比较轻巧。对于底盘这些方面，我觉得11万多起的这个售价，我们可以降低一下对它的要求，对不对？可以说说它的特性，但是这个底盘不管好或者坏，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中规中矩吧，没有什么特点。它的表现呢，相对而言可能不是那么的沉稳在遇到一些井盖接缝之类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2次的回弹。而且像我们过这种匝道现在正要过匝道，能感觉到它的极限也是比较低的，前轮的抓地力也是一般的，就适合你安安稳稳的这样驾驶这台车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就3个字，刚刚好。它就在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的基础上，有一个不错的空间，一个够用的动力，然后一些还不错的配置，然后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驾驶感受吧，就是比较追求这种实用性，也是跟这个车型或者说哪吒的品牌定位是非常相符的吧。这大概就是这台车的一个样子，中规中矩就是没什么特色。空间不小，接娃买菜妥妥的够用。其实对于哪吒 U 也好，或者哪吒整个品牌也好，它的销量一直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哪吒 U 的话，现在可能也有一个3、5千台吧，高的时候月销量还要更高。对于一个成立几年的新品牌，
然后又是非常低调的这么一个品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而且它的哪吒 V 的话，定位更低的那个小车销量更好，而且整个哪吒品牌的销量也是在销量排行榜前5名中的常客吧。消费者还是对哪吒越来越认可了，包括哪吒这几年，其实它的车型你是基本上没有听说过一些负面的新闻。其实哪吒这个品牌一直就打一个务实、实用、性价比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它不错的销量也是消费者对它的一个认可嘛。我对它通过试驾更多的车型，然后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实力，其实也是感觉到它在从幼小正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吧。而且前段时间试驾了它的旗舰车型哪吒 S， 整个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性价比挺高。对于这台哪吒 X 来说的话，它上市后依然会是一个主打性价比。你说这台车很高级吗？它不高级，对吧？毕竟定位在这儿，实话实说。但是呢，它就像刚才我说的3个字，刚刚好。那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的话，我可能希望这个车更好，比如说我希望它操控更好，我希望它的这个底盘更扎实一些，我希望它的加速更快一些。但是呢，成本和价格在这儿，我估计上市之后会在11万多起到15万之间吧。你这个价格买一个各方面都还比较平衡的一款纯电 SUV， 其实我觉得还是 OK 的。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我们进行交流。